同一天，我站在找金的街头，看到日本最高的山，又在同一座城市里走进了日本最深海湾的世界。原本这趟旅行是一个4天的伊豆深度游，行程安排的特别满。可落地日本以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竟然是在富士山前躺了下来。这听上去像一场很宏大的旅行，但真正留在我记忆里的，反而是一些很小，甚至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刻。但这不是我第一次来伊豆，上一次我去了大石山和可以看到卡皮巴拉的仙人掌植物公园。但我总觉得伊豆这么大，它有温泉，有港口，有海边，有瀑布，它还是伊豆的舞女这个作品的舞台，有那么多地方我还没有去探索。所以这一次我又踏上了旅程，并且决定给这次旅行起一个比较宏大的名字，叫伊豆深度游。但真的把我接下来的这几期视频看完的话，你可能会发现，与其叫伊豆深度游，不如说是伊豆赶场游。毕竟我们能出来的时间还是比较有限的，要在4天之内跑完伊豆的最西边、最南边还有东边的一些地方，要看川端康成笔下的伊豆舞女的一些舞台，然后感受伊豆的温泉。你要方方面面的顾及确实很难，但我多少也都会带大家看到这些地方。我坐的是凌晨从上海起飞的航班，早上落地东京以后没有在这儿停留，直接往伊豆赶。这一路我几乎没有拍摄，当时满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尽快赶到伊豆。抵达伊豆半岛的第一站是位于伊豆治国市的伊豆全景公园，也就是从这一刻，旅行才真正开始。我们现在到了伊豆全景公园，这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小众的景点。这个就是往返的缆车票，然后这是一张赠送的明信片。这个是山上消费用的优惠券。那我们现在从2楼上去。这边就是这个公园的一个缩略图。今天的天气不错，应该是可以看到富士山的。こんにちは。我现在在伊豆的这个叫伊豆治国市，然后这边有一个全景公园，是一个还蛮新的一个公园。我现在正在坐缆车上去，这个公园的门票加上缆车来回的费用是3500日元，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挺贵的，所以我倒要看看上面有什么东西。那是什么？柠檬吗？是柠檬还是橘子？柠檬树好像好多。现在有点细思极恐，我刚刚是直接整个人都靠在了那个门上，这个门要是打开了，我不就掉下去了。哇哦，可以看到富士山耶！伊豆全景公园比我想象中要新很多，更意外的是天气。这一天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挡住视线，富士山就很完整的出现在远处。这个上面是什么？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哦，能看到富士山的足汤。泡脚粥。稍微往上走一点，有一个很大的平台。走到那里以后，我干脆直接躺了下来。我不记得自己当时在那里躺了多久，也许是因为秋天的原因，太阳不是特别的晒。那段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，不需要赶路程，也不用去逛新的景点，只是单纯的沐浴着阳光，偶尔看一看富士山，发发呆。现在回头看，这大概是整趟伊豆深度游最不想赶路的一段。我现在到了这个伊豆全景公园的最顶上，然后这边真的是
360度的大平台。然后今天天气非常好，是可以看到富士山的。然后的身后，能拍到吗？然后我刚刚拍这个和富士山同框，被好几个阿姨说可爱可爱，它确实很可爱。这边有一个 Forest Walk， 也在山顶上。然后这个走廊好漂亮啊！坐在这儿就可以看到远处的海和富士山。别说相机了，我人都睁不开眼睛。这会儿太阳就在正前方。这个地方叫 Grand Loop 大圆环，不知道上面有什么。我刚练完腿。哇哦，这个视野也不错哎。能看到富士山。然后这边本身是一个，确实是一个大圆环，中间有一个井。这棵树估计春天的时候开花应该很美，但是现在是冬天。然后从这儿可以看到，下面还有个玻璃栈道延伸出去，哇，这拍照肯定也漂亮。走到这个延伸的玻璃栈道了，哇，这也太漂亮了！我去，我想想就觉得在这拍照肯定很漂亮。天哪！哇，这个地方真的太不错了。园区里这个向外延伸的玻璃观景位置，站在上面的时候，视线前方几乎没有任何遮挡。那会我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呢？可能什么也没有想吧。嗨，还记得在山下买票的时候送的优惠券吗？在这里吃饭是可以使用的。买了这个吃的，就可以坐到这个露台上了。消费以后可以坐在专门的区域，一边欣赏风景，一边用餐。背景里还有令人放松的轻音乐。如果一定要说到日本的第一天完成了什么，大概就是在真正开始赶路之前，先稍微浪费了一点时间。是这种黑咖喱，然后下面的米是当地的米。来了一只乌鸦。就总之，今天在这边还是蛮开心的，天气不错，能看到富士山。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正儿八经的坐着专门看富士山的一次，之前只是路过匆匆一瞥。这边又能看到，好漂亮啊！下山的时候，天色就已经开始迅速的下沉了。从缆车下来以后，我继续坐电车赶去修善寺。旅行到了晚上，突然就缩小成了一条街、几盏灯，以及还有没有地方可以吃饭这件事。我到的有点晚，很多店已经关门了，最后还有一家正在营业的汉堡店。汉堡上印着修善寺的标志，味道也比我想象中要好上很多。它当然不是什么必须来打卡的名店，但在那一刻，这个小小的标志让我觉得
我终于到了旅行的目的地。现在我们是在修善寺，已经早上10点了，但整个修善寺依旧是人很少。修善寺不大，所以第二天上午我没有给自己安排复杂的路线，只想在温泉街附近走一走。哇，等一下，前面这个地上，哇，这是银杏叶摆成的爱心哎，好酷哦！虽然已经是12月，但山上的秋色还没有完全退掉，红叶把原本很安静的山路变得很有层次。可以看到，应该就是这个大爷早上把这个爱心扫出来的，真不容易啊！脚感非常不错。这一个画面里面颜色很丰富。你看那棵树，从上面还结了果子，那树看起来都枯了。这就是生命的力量吗？摔下来了，我靠！不对，这肯定不是人走的路。我靠！让我缓一下。这路是人走的吗？你看，不要看视频里拍不出来，它其实很斜很陡，跟滑梯一样。摔了一跤以后，我现在下山了，然后问了一下，其实竹林小径并不是山上的那一片竹林，而是我身后的这个。哇哦！这么多人在这拍什么呢？看看。这边还行。我简单爬了一段山，又走到了那座很醒目的虹桥旁边看河流。这里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复杂玩法，很多时候就是沿着水边走，看到一处光线合适的地方就停下来拍一会儿。在去车站的路上，我又经过了修善寺的寺院，只简单留下了一点画面。我并没有打算把一整天都留在这里，小镇的安静固然很舒服，但我也想看看离开山里的温泉街以后，伊豆周边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所以下午我临时把自己从山里送到了海边，来到了 Love Life 痛城沼津。到沼津以后，刚走出车站就又看见了富士山。一个人旅行的时候，想拍自己通常有点麻烦，要把相机放好，走到画面里，装作自己只是很自然的经过，最后还要回来把相机拿走。但那天我还是把相机固定在马路一边，远远地拍下了自己从富士山下面走过去的画面。也正是在这里，伊豆的尺度突然变得很有意思。抬头是日本最高的山，继续往港口走，面前却是日本最深的海湾。我来这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沼津港深海水族馆，里面许多生物我以前不止没见过，甚至很难想象它们会以这样的形态存在。原来这边是可以给你比较浅海和深海的区别，物种的区别。然后这两个水箱分别是，右边的是浅海的，左边是深海的物种。然后它们分别演化出了不同的形态。这是浅海的，然后深海的就是这样子的，更加透明了。这边也是，左边是深海，右边是浅海。我们分别看一下，都是类似的物种。可以看到它们其实长得是差不多的，但是深海的感觉颜色更加的透明一点。我们看看，在这儿找到了，
我看一下，它是生活在10米到30米水深的。这些珊瑚都是活的，你看。我们接下来看深海的，它是生活在150米到300米的。感觉它更加呈半透明的那种皮肤的质感，而且更加的不活泼。这边2个一样的，在这儿，这一只我们很熟悉了，狮子鱼。它是生活在3米到10米非常浅的水深。这边的是生活在200米左右的。我才看到它好大一只啊！而且它感觉更矮一点。深海的鱼都很矮吗？这一只呢？其实它也不小，但是深海的这个更吓人一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这2个对比。这2只应该都是小一点的鱼了，可以看一下上面的介绍。右边这一只是生活在10米左右的。然后左边，这几个挺活泼的嘛。它们是生活在150米到400米左右。400米，长得有点像鱿鱼哎。它们一直都是这样子竖着在游，很可爱。这组对比就很有意思了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生物虾。左边是浅海区域的，来看看，哟，这是，我还没见过这样的虾呢，它身上长满了毛毛。这是深海的大虾，我靠，它的眼睛更大而且也是和刚刚的物种一样。颜色更加接近那种半透明的质感。这个好厉害啊！哇，这个也太厉害了！而且我靠近以后，真的分辨不出来它是凸着的还是凹进去的。哇！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查阅资料后才更清楚，为什么一座深海水族馆会出现在沼津。沼津面对的是骏河湾，它最深的地方大约有2500米，是全日本最深的海湾。水族馆长期展示的很多深海生物也与这片海有关。在山顶看富士山时，所有的东西都很开阔，很清楚。到了这里，真正吸引人的却是那些藏在光线到不了的地方，平时根本看不见的生命。我在馆里待了很久，越往里走越觉得自己对眼前这片海几乎一无所知。好冷啊！你还在这整自由落体呢，哼，游上去以后掉下来，好欢乐啊！こちらがベニカーブ企画ですね。イガグリガニ。この辺りがイガグリガニですね。はい、東名骨格標本はまだ2階にもいっぱい展示していますのでね。水族馆的最后是2025年7月开放的新展区，沉浸式深海世界。在这里，真实的标本被影像取代，
科学展示与想象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。这里呈现的已经不完全是真实的深海，而是人类面对那片未知世界时所产生的想象。我们对深海的了解或许仍然很少，但也正因为看不清，才让人忍不住想要继续靠近，继续充满幻想。从水族馆出来以后，我到附近的港口公园走了走。我现在正在往沼津的海边公园走，因为刚好这个城市是在伊豆半岛的西边，西边的话今天就能看到日落。哦，眼睛进沙子了，稍等。现在太阳就在我的身后，太阳呢已经快要下去了，但我觉得还来得及。而且我这一路其实也一直在看着太阳，可以看到我的脸上都是夕阳的颜色。唯一不好的就是靠着海边，风超大，看路边的这个植物，我的头发就能知道风有多大了。还有我头顶上的树，看它所有的叶子都吹出了一个造型。哇，我相机都快拿不稳了。看那个树枝都给风吹的。但是我觉得比起上班，在这样的狂风下看日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哦，那个圆像一只鸟，看像不像？它有一双翅膀。好，现在我已经看到海了，前面很快我们就看到海了，大概目测150米左右。我这次穿的是一个不是很跑的鞋子，要不然我现在就跑起来了。哦，太阳现在非常的朦胧哎，我赶紧到前面去。好，说着不跑，其实还是跑起来了。这边有很多船，然后呢，这个应该是防止海啸的时候。哇，前面有富士山，看到没？这边的海太汹涌了，我马上给你看一下啊，海浪特别猛，真的。看，哇，这个浪好大。也许是因为知道了眼前这片海是日本最深的海湾，我觉得那天的海风和海浪尤其的大，很多现场的声音录下来，只剩下了风噪，连我说话的声音都听不见。但那个时刻，我并没有因为恶劣的天气而想回家，反而只是想在海边把日落看完。有时候，旅行中记住某些地方，只需要这种足够大的风。这是我手持着相机在拍富士山，风已经吹得不行了。然后这是海浪，超级大。我站在这个岸上，这个岸上离海已经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了和高度，但是我的脸上依然有海水拍过来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风会把海浪拍出来的水吹到我脸上来，有多大这个风，你们可以脑补一下。我下去了，我真的下去了，孩子下去了，我拿下我的三脚架。等一下，已经没有发型了，
哇，看到一个好东西，江江，嘿，哼哼，灰。即使过去了半年，我仍然记得在找金的这个傍晚，风大到让人完全无法忘记。落日已经下去了，太阳已经下去了，但是海浪很大。然后捡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树桩，我觉得可以作为我的 cosplay 道具。我觉得我不能再靠前了，很危险这里。我把三脚架架起来。哦，给你们看远方，远方就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用来表达爱意的物象。这是我见过脾气最暴的海滩了。远远的，我觉得还没有问题的距离，突然就来了一个大浪，把我的鞋子弄湿了，很可怕。我站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区域，然后猛地有一个浪打过来，我觉得它也还行吧，不会有想象的那么大。结果那个水就呜一下子就漫上来了。我跑得很快，但是我的鞋子还是浸到了水，完全浸没在水里面。然后的背后是那边，能看到吗？看一下啊。我的远处是富士山，然后现在山头也被云围绕着。现在我就是在伊豆半岛西部的这个叫沼津的港口城市，因为它是日本第一个，不对，怎么说？因为它是日本最深的这个海峡，所以这边的岸边的这个浪也非常的汹涌，海风也很大。我觉得我在濑户内海完全没有被吹成这样过，心里都有点发毛。好，我们现在上岸，远处的月亮越来越亮了，真的很美。现在太阳已经下去了，然后这边的富士山也慢慢的要看不见了。我刚刚站的那片区域现在已经完全被海浪吞噬了，涨潮了要，走吧。然后天上还有老鹰，这个天气只有鹰能飞了。离开沼津之前，我找了一家店吃了一碗油拉面。原本只是想简单填饱肚子，没想到却意外好吃。
旅行里经常会有这样的时刻，没有提前计划，也谈不上特别的故事，但某一种味道最后反而留在记忆里。如果还有机会来找金，一定还要再尝一碗这家的面。吃完以后，我坐上了返回修善寺的电车，窗外已经看不清白天经过的风景，只剩下车厢的灯光映在玻璃上。这一天没有一个特别隆重的结尾，它就这样在一碗面和一段安静的返程里慢慢结束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背着全部行李继续向伊豆南边走。我会在伊豆的舞女瀑布前意外接受一次日本电视台采访，也会在天黑以前赶到伊豆半岛的最南端打卡。那一天最后留给我的是一列沿着月光行驶的海上电车。